好了，今天晚上的话，我就露营在这里了啊。在旁边呢是一个加油站，然后这里有个很大的空地，旁边这个房子呢是废弃的，然后这边风景也挺美的。旁边呢这边呢是马路，我觉得挺安全的。这个地方停这么大一块空地也可以停哦。今天就露营在这里了，不赶路了，天要黑下来了。今天呢，刚刚我就轮胎坏了，还好遇到就是好心人啊，好心的帅哥给我两个帅哥，给我就是帮助我把轮胎换了，要不然我今天晚上肯定是摸黑的还在那个山上，真的我特别感谢他，真的，这个世上真的是好人多啊。好了，今天就露营在这里了啊，清脆的鸟叫声啊，山里边。轮胎就这样了，今天晚上就这样放着吧，明天找一个补胎的地方补，今天太晚了。这些工具我都没来得及收，现在我把它收起来。外面有下雨，不能出去，知道吧？把它拴起来。那边有轮胎，不能过去，那边轮胎脏，弄得身上全是泥巴哦。大王乖哦，劝他来去窝窝里睡觉哦。先去睡觉，待会儿我拿吃。等我们拿肉肉吃，好吧？大王乖，我们就拿肉肉啊。快坐好，坐好哦，乖。今天呢我就简简单单的，香肠也好了。蒸了一个香肠，然后冷饭再吃，哎，不对，不能这样子，那个会把桌布烫坏。然后今天晚上的话，我打算就给大家聊一下，就是关于就是阿伟回家了，为什么回家了，这给大家聊一聊吧。今天我蒸了2根香肠啊，麻辣的，2根麻辣的，你看，很香哦。一股香味就出来了。今天晚上呢，我还是小酌一杯啊，然后给大家聊一聊，就是我刚刚说的，阿伟是聊聊阿伟吧。关于阿伟就是为什么这么急啊？这么急的就是赶回家了。很多网友就比较质疑，就是你们家发生了多大的事情，阿伟这么急的呀？就是没有任何就是拍个视频呢，给大家说一下啊，说明一下，就急着回家了。还有一个就是对我的质疑性比较多的，就是既然说阿伟这么急的回家，肯定是家里发生了很大的事情啊，为什么你认识作为阿伟的老婆为什么不回家？就这个事情啊，我呢，那天阿伟走之前呢，我们2个就是商量过的。阿伟很坚持让我回家的，他说你跟我一起回家，因为这个，你一个女的在外面开了车子的话，肯定是他也不放心，是他强烈要求，就是态度很坚决的让我回家，是我自己要留下来的。我为什么要留下来？待会儿给大家说啊。质疑声比较多的吧，我觉得应该就是阿伟。好多朋友说阿伟肯定是没有回家，肯定是躲在房车里哪个箱子里面，哪个柜子里面。我觉得这个就比较离谱了啊。我觉得他回家就回家了，不可能就是说，哎呀，他躲起来，然后让我一个人出境。家里确实是发生了很大的事情。之前呢，阿伟就是他，不太想说出来啊，因为家里发生这个事情，他不想说出来，也不让我说。我之前也说过，具体发生什么事情的这么急呢？确实是，有一点变故，就是阿伟的父亲啊，就是生病了，生了很严重的病，他不得不回家。然后我为什么要留下来？我就是刚刚说的，就是现在阿伟的父亲就是生病，那么前期费用已经过了这么多天了，前期费用已经用掉一大笔了。那么后期的话，后期可能就是每一个月，知道吧？每一个月的话需要就是几千块的费用，那是需要就是说需要就去那个治疗的，所以我必须得留下来。如果我跟阿伟一起回家了，我知道他的压力的，我也知道我们的经济实力，因为前期就用掉这么大一笔那个不小的费用了，那我肯定
我也知道他的压力。如果我真的回家了，那么在家的1个月、2个月都不是很确定的事情啊。我们的旅行自媒体如果现在是停下脚步，就是不分享视频的话，是没有收入的。那你可以回家跟阿伟一起回家，然后在家里找，完全可以夫妻2个可以找一份工作呀，对吧？找点工作也可以维持家里的生计呀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我们现在的旅行自媒体呢，我跟阿伟2个人已经走了2年多了，从刚开始就是坑坑洼洼的走过来，那我现在让我就是打退堂鼓的话，我觉得有点可惜。所以而且这份工作呢，是我跟阿伟2个都热爱的、都喜欢的工作。我相信大家啊，大家可能跟我很多朋友跟我都是有一样的想法，就是我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，自己热爱的工作，然后愉快的就是工作下去。我跟阿伟就是这样的，旅行自媒体每天在网络上分享这个旅行生活呢，是我跟阿伟2个人都特别喜欢的。因为之前我跟阿伟2个人没有在网络上分享视频的时候，就已经开始就是在西藏啊、新疆啊，反正就是中国的大半个城市，我跟阿伟2个人都已经自驾游跑过了，只是那时候没有发视频。所以这份旅行博主呢，是我跟阿伟2个人喜欢的工作，所以我不想停下来。也不现在更实际一点，就是我不能停下来，一停下来的话，阿伟的压力确实是很大的，所以我一定能坚持下去的。那再敬大家一个啊，这花生啤酒真的可以的。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了，就是这2天我就是那句话，人家怎么评论来的啊？对，就是你开了房车，吃的玩着，然后吃的好的，然后喝了酒，然后还戴的名贵的手表，你跟我来哭的博同情，说你自己很苦。其实可能前几天的视频呢，我喝酒呢，可能给大家的误导就是，可能给大家的误解就是，我喝酒呢是因为想要给大家诉苦。其实我不是诉苦，我只是说觉得突然一个人呢觉得有点孤单，有点寂寞。我喝了酒呢，是喝的孤单和寂寞。之前我跟阿伟2个人我跟阿伟从年少就认识，一起走过了这么多年，然后基本上是从来没有分开过啊。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们说我依赖他也好，反正我就觉得我很孤很寂寞啊。我感觉我想要就是喝点酒的话，就是喝的酒呢就是孤单和寂寞。还有关于就是这个表的问题啊，这个表的问题问的比较多的就是你开了个房车，每天还带着名贵的表，然后还在那边博同情。其实这个表给大家，其实我也之前也有很多朋友问这个表这个事情啊。这个表呢，是阿伟送给我，就是最贵重的一个礼物啊。我跟他结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。记得前几年的时候，好像是17年还是18年的那个表他给我买的。那时候的话，我无意间给阿伟提起来的，就是我有个同学他在深圳，他买了一块表，我就说哎呀，他发了个朋友圈我看了，我说我好喜欢啊，但是我感觉好贵啊，我在网上查一下感觉很贵，我说还是后来阿伟他就放在心上了，就说就放在心上了，就是他也没有跟我说要跟我买啊。后来就过了几个月之后的话，他突然就给我买回来了，我还把他臭骂一顿。他那时候也没钱，然后就刷了信用卡给我买的，就是这个表。我那时候他说你喜欢吗？你喜欢的话，我就想办法，如果我能买得起的，我一定给你买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表就是这样来的啊。好多朋友就说你怎么一直就是睡觉都戴在手上啊？我怕它丢了，因为这是我跟阿伟2个人在一起这么多年，那时候结婚没什么东西。
那时候我跟阿伟2个人结婚的话，没有什么贵重东西，这是他送我最贵重的一样东西。所以很多朋友说阿伟对我不负责任，就是把我一个人扔在外面。其实不是的，是我自己一个人，就是想要坚持下来，我想要减轻他的压力吧，减轻他的负担，所以我想一个人留下来，因为我觉得我回家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因为不需要我，我回家也是一个闲人，我不如在外面就是说拍拍视频，分享给大家，然后你们看了视频呢，那我就有收益，给他减轻一点压力，我就是这样的想法。所以我觉得刚开始肯定是会有困难，会有很多就是说胆怯啊什么的，但是我觉得我一定能走下去的，我的态度是很坚定的，我觉得我一个人也能行的。好，现在呢，再聊一个那个话题，就是关于这辆房车啊。这辆房车可能好多朋友不是很了解，这房车是怎么来的，是不是你们买的？其实这个房车的话，很多朋友就以为这个房子是我买的，所以他们会就是说我装博同情哦，帮我们装可怜。这个房车呢是厂家赞助的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应该知道哦。这房车赞助的到期了之后会还回去。本来我跟阿辉2个人今年计划呢是想买一辆属于自己的一辆房车的，就是买一辆2手的。之前呢，就是我们手上是有一点小积蓄的，就是把它攒下来，就是想买一辆房车的，但是不够啊。本来说想今年再攒上半年哈，然后就可以买个十几万、11、2万的、12、3万的那个房车的。但是现在就是这个情况，家里这个情况的话，可能我跟阿伟2个人的这个房车想要买一辆属于自己的房车，肯定会落空了。所以可能以后再说吧，今年可能就没有这个想法了。目前家里这个情况就没有那个想法，就是说想买一辆自己的房车了。雨下大了啊！我桌上都湿了，我还不知道。